当苏沐雨费尽心思从万卷楼取出那个写着苏昌河名字的格子里的资料，小心翼翼递过去的时候，他以为会看到兄弟脸上出现好奇、激动或者痛苦，但什么都没有。苏昌河只是瞥了一眼那叠纸，随手运起内力，当场把它们碾得粉碎，碎片像雪花一样飘散。他的眼神比冰还冷。有什么可看的？他轻描淡写地说。那一刻，苏沐雨觉得自己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过这个并肩作战多年的兄弟。江湖上的人都猜苏昌河是个无根浮萍，是天启城流浪出来的孤儿，心狠手辣才能爬上暗河大家长的位置。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是没有过去，而是他的过去太沉重，沉重到他宁愿亲手烧掉，也不愿让别人看见。他根本不好奇身世，是因为他活得比谁都明白，那份资料里写的仇和恨，他早就刻在骨头里了。暗河那地方，吃人不吐骨头，几百个孤儿被扔进鬼窟渊试炼，最后只能活一个。可苏昌河和苏沐雨偏偏成了例外，他们联手杀出重围，成了300年里唯一对同时活下来的兄弟。苏昌河甚至替苏沐雨去当过点灯童子，那是一次必死的任务，7个童子去了，只回来他一个。所有人都说苏昌河冷血，可他对苏沐雨是真的可以两肋插刀。但兄弟是兄弟，路是路。苏沐雨接手暗河后，定下3不接原则：不屠满门，不杀无辜，不违本心。苏昌河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任务我都接。表面上是替兄弟扛脏活，可细想让人脊背发凉。苏沐雨不忍心杀的那些良善之人，最后全死在了苏昌河手里。苏昌河当上大家长后，练成了连前任都不敢碰的研魔掌，还偷偷组建彼岸组织，拉拢年轻杀手，许诺要改革暗河。他给自己取名昌河，说是要让暗河走向光明，可转头就能为了和赤王合作，把几10个暗河同门练成药人。那些药人早就没了自己的意识，成了行尸走肉。苏沐雨知道这事的时候，手抖得连伞都握不住。关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这个人，苏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他说苏沐雨的心思很容易猜，但是苏昌河这个人，你永远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作为大家长，苏昌河背负着整个暗河组织所有人的命运，看似随性张扬的他，内心却极度封闭，情感和意图完全内敛，不为外人所知。虽然苏沐雨能理解他，但是他们2个人走在一起时，就像从前身不由己的穆明策和穆克文。穆明策说，他年轻时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暗河，可后来他发现，渐渐的他也变成了和暗河一样的人。穆克文说，苏沐雨或苏昌河的故事很像年轻时的穆明策和他自己，他很希望苏沐雨和苏昌河的结局能够有所不同。这也许就是穆明策为什么要把绵龙剑给性格最像他的苏昌河的原因，因为他想知道苏昌河会不会变成第2个自己。当苏沐雨以暗河的名义要跟琅琊王萧若风合作时，苏昌河却在约见萧若风的前一日去见了北离大皇子萧勇，并答应和萧勇合作，帮他铲除萧若风。口口声声说要让暗河走在光明之下的苏昌河投靠了作恶多端的萧勇，条件是萧勇做北离的皇，而暗河做江湖的皇。很显然，以利为先的苏昌河还是活成了穆明策的样子。这边苏沐雨正在跟琅琊王合作，那边苏昌河不仅把琅琊王中毒的资讯告诉萧勇，还打算启用黄泉当铺的武器。如果苏昌河不跟萧勇合作，那么白鹤怀不会昏迷不醒，苏沐雨也不会为了报仇险些走火入魔。可苏昌河万万没想到，背叛苏沐雨的他也是北离皇室的弃子。眼见自己计划即将得逞的萧勇过河拆桥，他下令要把天启城所有暗河的人一个不留，直接造成暗河伤亡惨重。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场皇室争斗中，萧勇靠不住，琅琊王靠不住，整个虚伪的北离皇室都靠不住。直到后来，苏昌河、苏沐雨才知道，天启城没有他们想要的彼岸，而暗河最后也没能走到光明之下。暗河的结局从来不是枭雄的胜利，而是一群杀手用性命换回的选择权。苏昌河与苏沐雨这对暗河中耀眼的双子星，最终走向截然相反的命运。苏昌河一生追求将暗河铸成能主宰命运的利刃，不惜让弟子沦为药人，甚至对兄弟苏沐雨下蛊控制。而苏沐雨始终坚守暗河可以黑暗，但不能没有底线。那场决定暗河命运的决战在旧码头上演。苏昌河修炼邪功后，白发如枯枝，血管暴
暴起，手中的棉龙剑却在发抖。他对着苏沐雨嘶吼，守护的东西不同。话音未落，他主动撞向苏沐雨的剑锋，剑断之时，夹层中飘出初代大家长留下的泛黄纸龟。暗河不得为朝廷卖命，那纸龟早已被雨水泡烂。苏沐雨将半张纸龟烧在苏昌河牌位前，没有磕头，只说了一句账清了。苏沐雨一生中痛苦的12年，源于一个善意的谎言。当他带着中毒的白鹤怀求医归来时，只见到岳父苏哲老泪纵横地说：“我亲手杀了他。”其实白鹤怀被苏云秀带走，因苏云秀修炼功法需要神医护法，苏哲为保女儿性命，被迫对女婿撒谎。白鹤怀曾对苏沐雨说过：“若我变成药人，你务必杀我。”所以苏沐雨对苏哲的话深信不疑。此后12年，他衣服上永远绣着白鹤图案，眼里再没了光。每年他都对着衣冠冢祭奠，却不知白鹤怀早已被救走。12年后，当他们在墓地重逢时，白鹤怀身边站着他们的女儿。那孩子出生时，苏沐雨正对着衣冠冢烧纸钱。白鹤怀能够活下来，全靠药王谷的逆魂9针假死脱身。12年间，他在南疆天天给自己扎针逼毒，主屋随着湖水涨落挪了12次，就怕苏沐雨回来找不到人。暗河的权力更迭充满血腥。大家长穆明策中毒后，3大家族展开对绵龙剑的争夺。这场内乱彻底改变了暗河格局。苏家的家主苏敬辉败在穆慈陵手下，又被苏昌河杀死。最终，苏沐雨成为新任苏家家主。穆家的家主穆子哲联合影宗想重掌暗河，被苏昌河安排穆慈陵打败，最终化蝶自焚而死。穆清扬和穆雪薇死后，穆雨墨接任穆家家主。谢家的家主谢霸被师弟谢七刀所杀，谢七刀成为新任家主。谢七刀在少年歌行中被萧瑟打死，完成了暗河与主流江湖的最终交汇。老一辈家主全军覆没，青年一代的谢千机、穆清扬等人在苏昌河创立的彼岸组织中得到重用。暗河彻底完成了新老交替，但也为此付出惨痛代价。暗河中的情感纠葛往往以遗憾收场。穆雨墨与唐连月的爱情充满错过与无奈。穆雨墨偷走唐连月的指尖刃当定情信物，唐连月明知却不追讨。唐连月曾扛10箱火药去暗河提亲，结果火药被雨泡烂，人还没进门就被自家长老抓回去。当2人终于约定完成使命就在一起时，穆家突发变故，穆雨墨被迫接任家主。他烧掉写给唐连月的76页信，收养个孩子取名唐墨河，而唐连月每天削纸船放入暗河，船头刻墨字，但纸船永远飘不到他身边。穆雪薇与穆清扬是暗河唯一被允许成婚的一对。穆雪薇全身是毒，碰谁谁死，却爱着苏沐雨多年。穆清扬这个算卦的假道士默默喜欢他。最终在大皇子设计的暗算中，穆雪薇为救苏沐雨毒攻被破，穆清扬挡刀而死。穆雪薇临死前把解药塞给苏沐雨，尸体被同伴踢进暗沟，连族谱都没进。暗河试图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努力，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琅琊王萧若风曾承诺帮暗河洗白，但他自身难保，功高震主被皇帝猜忌，最终自刎法场。苏沐雨看透真相，朝廷不需要前进的暗河，只需要一把好用的刀，所以他杀大皇子时毫不犹豫。当时大皇子篡位失败，被皇帝贬去修道，本以为能苟活，结果苏沐雨直接当街刺杀，一句你去钦天监我就没机会杀你了，前脆利落。这一举动彻底断送暗河走向光明的可能。暗河最终解散，苏沐雨拿光组织最后一点余钱给死者发抚恤，不够的就用自己的酬金补。他和白鹤怀开设百草堂，教那些从药人实验室救回的孩子认草药。曾经的杀手们拿锅铲比握刀还熟练，百草堂收徒只问一句话：能不能不杀人？当苏沐雨坐在晒草药的门槛上，看着远处像黑河一样的山影时，那些死在规矩里的人，那些活下来的人，终究把暗河这2个字从地狱拽回了人间。百草堂出师时送的小刀，刀背刻着救人比杀人难，这8个字比任何武功秘籍都重。江湖人总说暗河是地狱，但或许他只是缺一个回头的机会。如果苏昌河没有选择那条权力之路，暗河的结局是否会不同？